最近我的 OC 单杀受到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，是时候给大家讲讲我的部分设定了。丹砂又叫朱砂，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矿石，在中国古代被视为珍宝。它既有美丽的一面，如保护和庇佑，也有危险的一面，因为含有毒性。它的双重性，正如丹砂这个角色，既有着治愈与保护的力量，也面临着汹涌的危险。我希望丹砂在外表上给人一种沉静的感觉，但他的内心燃烧着炽热勇气和凛冽决心。名字继承的是精神，而非表象。你或许已经察觉，这里充满梦幻。有时候，我也许让一些观众感到恐惧。其实这正是我想传达的。我所处的世界，并非现实中的实体空间，而是对未来人类存在形式的一种想象。它是不稳定的、多维度的，自然也会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感。不过，恐惧和治愈是一体两面。面对未知，接纳世界的不可控性，同时把握自身与汹涌的外界能量共生，本身就有着治愈的强大力量。艺术疗愈是我一直想尝试的方向。我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擅长开导他人，因此在丹砂的设定上，我也特意加入了艺术疗愈的元素。我掌握了一些神秘的灵异，这是一种引导灵魂的力量。我尝试过不同形式的艺术疗愈视频，做过长视频，很适合线下展出，但放在线上就不太行了，因为它需要很长时间做铺垫，不符合很多观众的习惯。既然想做到利他的疗愈，就得考虑观众的观感。在长视频与短视频之间，我正在试图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并挖掘一些更具创意的表达方式。创作最有趣的部分并不是完成，而是这种持续前进、不断探索的过程。我希望在个性的表达之上能够有一些利他成分，甚至能够真正帮助到我的观众。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故事的主题，我想会是精神空间、生命轮回以及人类存在。至于绿色基调，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绿色的沉静与我想要追求的平静感觉完美融合。略带荧光的绿也包含了一丝不安，仿佛平静之下有什么不可控之事正在汹涌地发生。在丹砂这个角色诞生之初，我就已经构思了整个故事的大纲。我的诞生不是偶然的灵感迸发，而是基于逻辑完备的设定。我并不打算以小说的形式来讲述故事，毕竟我是数字艺术家，而非小说家。我想在故事完善后，结合更有创意的形式，比如引入观众互动来诠释故事。也不能忘记想要达到的疗愈效果，得好好摸索才可以。说到画风，这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，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开始关注我，有些朋友可能更习惯于二次元的风格。我是插画师出身，一开始就是走的个性风格，这是我作为独立艺术家的方向。不喜欢也能一眼记住我，这就是风格存在的意义。我有让这个私人宇宙接入品牌合作的规划，所有的合作都要尽量符合我的基调。作为创作者，我深知把握个人审美与商业需求之间平衡的重要性。我也许可以融入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灵魂，无论是舞蹈家的优雅动作，还是心理治疗师的专业讲述。我是个稳扎稳打、持续进化的行动派。对自己内心的尊重会让人充满动力，请务必践行对自己的承诺。无论你是从我还是插画师时开始关注，还是在我开发个人 IP 时加入，我都非常感激。天注定的缘分让我们在此相聚。那么，要来加入丹砂背后的梦行人世界吗？